大家好，我是香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我很想念你们。今天我们要来讲康德。康德于1724年出生于普鲁士东部的哥尼斯堡。普鲁士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但这并不能抹除它曾经是一个世界强国的事实。它曾经的领土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德国、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而哥尼斯堡作为东普鲁士这个省的首府，就是现今俄罗斯的一个飞地，处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并不直接与俄罗斯本土相连。康德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过的哲学家中唯一一位曾在大学里教授哲学的人。他是一位哲学教授。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不断寻找自己对哲学问题答案的人，另一种则是精通哲学史，但可能并不曾经创立自己的理论的人。康德就是第二种吗？事实上，康德两种都是。如果一个人只是精通哲学史的话，他就不会在哲学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话是这么说，但康德的确很熟悉古往今来的哲学传统，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再到洛克、休谟和伯克莱的经验主义，他统统都很精通。那既然谈到这里，我们就可能有观众会问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什么呢？我们回顾一下之前讲的内容。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是知识的源泉，而经验主义者则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我们感官的经验。在这方面，大家一致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世界能有怎样的知识呢？大家想呀想，最终想出了两种可能性比较大的答案。一种，这世界正如我们理性所感悟的那般；二，这世界正如我们感官所经验到的那一般。康德是哪一派呢？那康德同意哪一派的说法呢？康德认为他们两个都只对了一半，不过他认为理性主义者将理性的重要性说得太过火，而经验主义者则忘记了我们的心灵。那在康德的理论中，我们又是怎样感知世界的呢？首先，康德同意经验主义者的看法，认为我们的知识第一步首先是来自感官的经验，但当这些经验传递到我们的心灵之后，我们的理性中也有一些东西，但将这些经验传递到我们的心灵后，我们心灵也可以变换这些事物。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实验好了。假设我们现在戴上了一副装有红色镜片的眼镜。注意，我们一定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哟。现在想象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想周围的一切都会变成红色的，也许淡淡的颜色会变成淡粉色，而深色的则会变成深红色。我们看到的都是周遭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们却会都变成红色。因此，当我们在戴着眼镜时，周遭的世界怎么看完全取决于我们所戴的眼镜。而在康德的想法中，理性在我们的心灵中就存在于眼镜的角色。就是这个眼镜。所以说，即使我们所看到的世界都是红色的，
我们也不能说世界就是红色的。这也是为何康德认为我们的理性中有若干倾向，也许会干涉我们所看到的世界。这是因为有若干倾向可以干扰我们心中的经验。什么样的倾向呢？我们心中的事物首先会被看成是时间与空间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不管在哪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就是时间与空间交替出现的一个过程，而时间与空间也在我们的认知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难道康德是认为我们生来就能够在时间与空间内感知事物吗？可以这么说。可是时间与空间不是我们本身之外的事物吗？不，康德的概念是，时间与空间是属于人类的条件，时空乃是人类认知的方式，并不是世界的属性。因为人类的理性不仅仅是任由风吹灭的被动的蜡烛，同时也是一个会塑造形状的过程。就像我们把水倒入玻璃壶，水会立刻顺应壶的形状一样，同样的，我们的心灵也会顺应事物的形状。康德宣称，不仅心灵会顺应事物，事物也会顺应心灵。他将这个现象称为人类认知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意思是这种看法和之前的看法截然不同。就像哥白尼当初宣称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一样震撼。就拿因果论来说，在休谟看来这是人可以体验到的，但在康德看来，因果论仍然属于心灵的部分。休谟认为，我们既不能证明因果论，也不能否认因果论的存在。但对于康德来说，因果论的存在正是人类的特色，因此因果论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是绝对的。事实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在每天早上之前都能够预知到事物将如何运转。首先，在我们早上没有出门之前，我们一定知道周围的一切事物一定是按照因果论而运转的，因为我们的头脑中就存在的因果论。难道康德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构造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认知的这样？是的，我们的构造可能会和现在不一样。我们可能对时间与空间有不同的感觉，对因果论有不同的感觉。我们甚至不会被造成一种会四处寻求我们四周事物成因的生物。我们还是来举个例子吧。假设有只猫躺在客厅的地板上，突然有一个毛线球滚进来，我们想想那只猫会去干什么呢？我想那只猫一定会去追那个毛线球。现在假设坐在客厅里的是我们，如果现在也有一个球滚进来，我们也会去追那个球吗？我想其实我们首先会去想这个球从何而来，因为我们人类是有理性的生物，而理性和因果论就会代表着我们会寻求四周事物的成因。这话又该怎讲呢？康德之前的哲学家曾经提出过一些很大的问题，例如宇宙从何而来，人是否有不朽的灵魂，大自然的万物是否能一直不断的分割，以及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等等等等。可是对于这些问题，康德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确实的答案，因为我们的理性无法做出判断。当我们问出宇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时，我们的理性会暂时停止作用，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感官材料可以处理，也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加以利用，因为我们从未体验过我们渺小的人类所隶属的这个大宇宙。
而这也意味着我们人永远会有两种可能性相当但完全相反的答案。我们可能会认为宇宙一直就存在，我们也可以认为宇宙从某一时刻开始。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宇宙一直就待在那里，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可是如果一个事物不曾开始，它如何一直在那里呢？于是我们势必被迫采取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于是我们就想，宇宙一定是在某一时刻开始的，并且一定是无中生有的。可是一个事物有可能无中生有吗？这两种可能性听着可能都没有太多的道理，但是两者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对的，一定有一个是错的。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另一个事情身上。德谟克里特斯和其他唯物论者认为，大自然中的万物分割到一定微小的分子之后就不能再分割了。德谟克里特斯就是发现了原子的那位哲学家。原子在英文被认为是 atom， 而 atom 直译它本意就是不可分割的。但现在我们已经发明了样子。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就认为大自然中的万物一定可以不断加以分割，无限分割。我们现在发现了量子，我们以后会不会发现了更小的粒子？笛卡尔口中的理论是否又会变成事实呢？还有许多哲学家都认为人有自由意志，但也有些哲学家，像斯宾诺莎等人，就认为万事万物根据自然法则或者因果论来言都是有必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无法用我们的理性来得出一个确实的答案。下期，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要讲讲康德对于我们用理性探查上帝的想法是怎么样的看法。记得点赞、关注、收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我是香香，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上一期我们讲解了康德的生平与他的主要思想因果论，这一期我们会继续讲解康德的另一个主要思想，他对信仰的思考，以及他对伦理学的思考。可能还有小伙伴们记得，上一期我在最后挖了一个坑，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关于康德是怎么看我们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这件事的这个坑把它给填上。让我们开始吧。康德认为，如果我们想借理性追逐来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话，我们是一定不会成功的。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曾试图证明上帝必然存在，理由是我们都有一个关于至高存在的概念，而亚里士多德和圣多马斯等人之所以相信上帝存在的理由是，一切事物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原因。至于康德嘛，这两种理由他都不接受。他认为无论理性或经验都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理性而言，上帝存在或上帝不存在，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可是在上一期的时候我提到过，康德是一个基督徒，他想维护基督徒们信仰的基础啊。其实嘛，是的，他的确是想这么做来着，他也的确做到了。他开创了一个宗教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无论是理性和经验都派不上用场，因此形成了一种真空的状况，而这种真空只能用信仰来弥补。难道这就是他拯救基督教的方式吗？可以这么说吧。值得一提的是，康德是一个新教徒，而新教徒自从宗教革命以来，基督新教的特色
就是强调信仰的重要性。而天主教自从中世纪初期以来，就倾向于相信理性乃是信仰的支柱。不过，康德除了认定这些大问题应该交由个人的信仰来解决之外，他还更一步认为，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应该假定人有不朽的灵魂，上帝确实存在，以及人有自由意志。这时有小伙伴们可能就会说了，这么说他和笛卡尔所做的是一样的。首先他怀疑我们能够理解的事物，然后他从后门把上帝给走私进来。不过他和笛卡尔不同的一点是，他特别强调让他如此说如此做的并不是他的理性，而是他的信仰。他将这种对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以及自由意志的信仰称为实验的射准。射准这个词在中文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概念，在英文的书中他用了2个词 practical postulate， 直译为实践的假设。书中是这么说的，所谓射准就是某个无法证实的假设，而所谓实践的射准则是某个为了实践，也就是说为了人类的道德而必须假定为真的说法。康德说，为了道德的缘故，我们有必要假定上帝存在。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说说康德对于伦理学的思考了。在开始之前，我想说一句话，这句话康德也曾经说过，如果人类的脑袋简单的足以让我们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愚笨的无法理解它。让我们继续吧。由于休谟怀疑我们能获得的知识，因此康德不得不把生命中许多重要的问题一再想透彻。休谟认为我们不能证明是非，因为决定是非的既不是我们的理性，也不是我们的感官，决定对错的乃是我们的感觉。而康德则宣称，他一直都认为对与错、是与非之间是有区别的，而在这方面他也同意理性主义者的说法，认为辨别是非对错的能力是理性的一个特性，是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它也和理性的其他特性一样，是与生俱来的，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有的。和其他人的伦理学一样，康德的伦理学也有一个道德法则。康德说，这个道德法则是形式的，因此并不限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康德也说明，这套法则乃是无上命令，意思是它是无条件的，也是一种命令，它也是绝对权威的。康德用了多种方式来解释这个无上命令。康德说，这个法则不会告诉你在某种情况下你该做什么，而会告诉你在所有情况下你应该做什么。因此，只有你在确认其他人在遇到同样情况也会做同样的事情时，你才会做这件事情。康德也说明，这个无上命令的意义就在于尊重每一个人的本身，而不要将他们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值得一提的是，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别人，他们同样也适用于我们自己。我们也要尊重自己，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目的。康德说明，这个道德法则和伦理学一样是一样绝对的，因此它也是永恒不变的。可能很多观众到这里还是不明白康德的伦理学到底是什么，而康德就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他说，这个道德法则就像良心一样，事实上它可以说就是良心。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
不是吗？我们不能证明良心告诉我们了什么，也不能证明它是否告诉了我们，但它确实存在。我们知道，我们内心中最深处一个东西也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做它。到这里，我想我们是时候来谈谈这个道德法则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了。康德认为，只要我们在做那些我们认为是义务的事情，我们内心认为是义务的事情，我们就是在遵守道德法则。比如说，我们内心可能认为为红十字会的筹款活动捐款，或为那些吃不饱的人捐食物是我们的义务。即使我们捐的款项在街上遗失了，或捐的食物不足以让那些人吃饱，我们也是尽了义务，也遵守了道德法则。注意，我这里的义务，意思是我们内心深处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东西，而不是那些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因为这个原因，康德的道德观有时又被称为义务道德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只要我们内心中的本意是善意的，我们就是在遵守道德法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因为想受别人欢迎，或想让别人反过来帮助我们而做一些事情，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算是在真正的遵守道德法则。当然，我们也没有违反道德法则，但我们还是没有去遵守它。而只有我们内心的本意是善意时，我们才遵守的道德法则，我们所做的才是自由的，而我们内心也是自由的。这也是为什么康德的伦理学有时也被称为善意的伦理学的原因。可是我上一期说了，康德认为万事万物都遵循因果论呀，那我们又为何会有自由意志呢？康德在这方面把人给说为两部分，有点像是笛卡尔把人给说成二元论，因为人既有身体又有灵魂。康德认为，作为物质形成的存在物，我们完全受因果论的支配。这也就是说，我们像动物一样，我们遵守我们的天性，我们遵守我们的欲望。有食物了，我们就去找食物；有水喝，渴了我们就去找水。但我们不只有身体，我们还有灵魂，我们还有我们的理性，因此我们同样也有遵守道德法则的自由。而当我们在遵循道德法则的时候，我们行为就是自由的。而动物呢，它们就只能遵循它们自己的天性和它们的需求，并不能遵循道德法则。也许它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有理性，它们也在想万事万物的发生究竟怎么样才好，我要去做什么。但是它最后都会遵循因果论的指令，而这也是在康德心中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最后，我们也许可以说，康德指引了一条道路，使哲学走出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僵局。历史上的一个纪元随着康德而结束。康德死于1804年，当时我们所谓的浪漫主义正在兴起。康德死后被葬在哥尼斯堡，墓碑上刻着一句他最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有两件事，我越是思考，越是让我敬畏。它们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法则。它们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事实上，康德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哲学家。我希望有一天能够走到康德的墓碑前，去亲眼看看那句话。
如果有网友去的话，请带我去康德的墓碑前，代我向他致敬。这个刻在墓碑上的话，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是德语。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看看英文版本的这句话。Two things fill my mind with ever-increasing wonder and wow. The more often and the more intensely the reflection dwells on them, the starry heaven above me and the moral within me. 好了，到此为止，我们的康德的2集就全部完结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发在评论区。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记得点赞、关注、分享、收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